臭保洁，你没长眼睛呢！拿着钱滚！大小姐，老爷已经查到你怀有身孕了。松口答应你和萧氏总裁萧墨渊的婚事，您就不要再和老爷赌气，隐瞒您首富千金的身份当保洁了。大家还等着你回归呢。真的？小时候我和墨渊从火场逃出，就约定好长大一定要在一起。可是老爸觉得他配不上我，才百般阻挠。现在我终于得到老爸的认可了。今天刚好是我和墨渊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我要回去告诉他这个好惊喜。哎，对了，你可千万不准告密啊！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要让我们家玉龙集团给萧氏做投资，我要让他成为全运都最尊贵的男人。哎，你慢点啊！送你个轰轰烈烈的退场，感恩本小姐的高人道德度日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经理，我刚路上是一个臭保洁上班还敢迟到，不行就他妈给我滚蛋！客户指定要你把这个东西给我送到302套房。302不是墨渊怕我累给我准备的套房吗？难不成这是他给我准备的周年纪念惊喜？墨渊真是的，这也太着急了。墨渊哥哥，这声音，你把人家的腿都给撞青了呢。林媛媛，墨雨，我们好闺蜜这么多年没见，怎么还和我生疏了呢？这里是我的房间，还穿我的黑丝的，滚出去！你不知道墨渊哥哥爱玩羞耻 play 吗？刚刚急的跟800年没开过荤一样。你们，怪不得墨渊哥哥说每次和你做都像在上一根木头。林媛媛，你个不要脸的小三！要不是当年我看萧墨渊病入膏肓，抛弃了他，你以为你会和他结婚吗？说到底，你不过是抢了我不要的。现在是时候还给我。你还有脸说？告诉你，当年只不过是因为你走运，和墨渊血型一致，为他输了血，萧家才同意让你进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圆圆，沈墨雨，你推我干什么？墨渊哥哥，不要怪慕远，都是我不好。你的脸肿了，去医院。小墨渊，你没有看见我也受伤了吗？自作自受。墨渊，我九回报的爱你的这10几年，都成了一场笑话。现在赶上这场闹剧结束，打电话不接，菜也不买，你想饿死我？
站住！我跟你说话耳朵聋了是不是？我今天没精力跟你吵架，我要去处理一下伤口。你用不着处理。签完离婚协议，给我走人！我们萧家不会给你出1分钱的医药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墨渊当初并未我不为所求的为他输血，你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。要不是当初我儿有难，我才不会同意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嫁进我们家里来。我是和萧墨渊结婚，又不是和你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婚姻指手画脚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惦记我们萧家的钱？告诉你，这个家里全由我做主。看什么看？你们娘家也不知道什么货色，竟然养了你这个！谁准你骂我家人的？你这个有妈生的没妈养的货色，见过！你敢打我！妈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的好老婆打我，你没看见吗？儿子不向着母亲，哪有天理？沈梦雨，你真的是不可救药。今天伤了圆圆不说，你现在还跟我妈动手是吗？小莫，你现在不去管你的好圆圆，管起我来了。沈梦雨，你别不知好歹行吗？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，一回到家你就像一个泼妇一样在这大吵大闹。沈梦雨，你真的有点让我太失望。也是我对你失望，小墨渊，我在你家这么多年，任劳任怨，你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每一次吵架，你哪一回帮我说过一次话了？我妈脾气就是这个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本来就看不惯你，你不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话，她会来总招惹你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这全是我的错了？你现在跟我妈道个歉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好吗？凭什么？做错的又不是我。沈墨雨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犟了？圆圆在医院还刚才跟我说，不要给你发火。你要是有圆圆半点懂事的话，我妈会对你这样吗？什么？圆圆没事吧？你这个扫把星！圆圆可是林氏集团的千金，她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么喜欢他，你干嘛不自己去娶她呀？啊！你，沈无语，你敢顶我嘴？看我今天非扒拉你的皮不可！妈，够了！本来今天萧氏得到了玉龙集团的投资，我很开心。一回到家之后就闹得鸡犬不宁。是首富旗下最大的玉龙集团。哎呀，我们萧家要走大运了，这里面一定有圆圆的功劳吧？萧氏集团能得到投资和林媛媛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我的功劳。就你一没钱二没势的，一个臭保洁的，赚的钱还没出去卖的多。我要是说玉龙集团是我的呢？沈慕雨，能不能不要再装了？像他们的领地都全部，你一个普通人连边都打不上。沈慕雨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硬。等我们萧氏起来，我把林媛媛接进来，辅佐你，我们林萧两家也就可以强强联手了。招进来辅佐你，萧氏和林家本来就是合作关系，招进来算正常。我看是为了方便你跟他偷情吧。我们圆圆可是天之娇女，嫁进来是享福的。像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你就活该一辈子当臭保洁员。萧墨渊，我受够了你妈的冷眼和你的冷暴力了。我们离婚吧。你刚才在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，我们离婚吧。你刚才在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们离婚。你给我过来。过来。沈慕雨，欲擒故纵这招对我没用。我劝你最好不要拿离婚事出来激我。我没心思跟你耍花招，我就是要和你离婚。如
如果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这些年对你的钱，难道都可以用钱来衡量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当初跟我妈要了几千万彩礼，不是你吗？我说了，我没有向你妈要钱。算了，反正我跟你说再多，你都不会相信。就这样好聚好散吧。干什么呀？要离婚，得我允许才可以。小墨渊，你不想离婚，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我怎么会爱上你这种外戚女呢？那不正好，随了你和你妈的愿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把林渊娶回家，再也不用去酒店偷吃了。沈沐雨，你别试图来激怒我。小墨渊，我告诉你，家心里有林渊渊的，就不要来招惹我，放开！沈沐雨，你别后悔，我倒要看看整个云都谁敢玩我剩下的女人。无所谓，反正只要离开你，这哪儿都是天堂。小墨渊，我告诉你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滚啊！啊！赶紧滚啊！站住！妈，让他走，我倒要看看他离了我，还有什么本事存活下去。我现在多看你们一眼都嫌恶心。我记得你身上的衣服还是墨渊给你买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你要离开萧家，那你身上属于萧家的东西，必须分文不少的还回来。脱啊！这件衣服他这些年天天穿那身保洁衣服，我的老脸早就被他丢尽了。不要你假惺惺的！等等，你手上的戒指要我来给你脱吗？沈沐雨，你确定想好了？这个戒指，谁爱我，谁要，我不稀罕。沈沐雨，你流血。行了，那贱人命硬得很，他从哪里流出来的血？是不是在外面鬼混，染上什么脏病？真晦气！
妈，我想回家。哎呦，那不是小家走报警了少夫人吗？看样子啊，被赶出来了。看他这狼狈样啊，这也3妻，飞上枝头也做不了凤凰。听说他娘家呀也无权无势，被抛弃啊是早晚的事儿。沐雨，谁把你整成这样的？别怕，爸爸来了。看这车牌5个6哎，这是富豪的专属接送车，难道这妻妇是富豪的女儿？别怕，爸爸在。爸，你救救我的孩子！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沐雨，沐雨，来人，给我提医生。是。妈，你能消停点？他走了，留下满屋晦气，我不得消毒啊！啊，他没走，他只是和我闹脾气了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再说了，云都这么大，他离了我还能去哪儿？没事。你还想他回来？小墨渊，你是疯了！阿姨，墨渊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圆圆，你终于来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沐雨走了吗？我把房间打扫干净，好迎接你回来呀。你怎么来了？医生不是说你得好好休息吗？我这不是怕你和沐雨吵架吗？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。对了，我刚刚在门口看到沐雨了，本来想着上前和他解释一下的，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被一个老男人抱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沈沐雨，你好坏！真是饥不择食，难怪下面流血，怕是在什么地方得了脏病啊！够了！来人，在，把这个人所有的资料都给我调查出来，就现在。是。爸，沐雨，你醒了？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没能保护好你。爸爸查清楚了，是姓肖的那个小子对不起你。爸爸派人取消了玉龙集团跟肖家所有合作项目。沐雨，爸爸给你建了一栋城堡，等你身体康复了，爸爸给你举办盛大的剪彩宴，庆祝你的回归，好不好？让他们好好看看我的宝贝女儿。谢谢爸。大小姐，这是从南非空运回来，由英国皇室顶尖匠人打造的钻石项链。这个呢，是老爷为您准备的联排直升飞机和停机坪。还有这个。哎呦，这个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爸爸每天给你买一栋房产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抱歉，小总，对方背景太深，我们没有查到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查呀！小总，就在刚刚，玉龙集团集体撤销了对我们公司的投资。我们肖氏为了这合作花了大价钱，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啊？阿姨，你先别着急啊！听说玉龙集团将为首富千金举办回归宴，而我恰好有邀请函，不如我们去宴会上问问。还是我圆圆有本事啊，可不像那个废物沈沐雨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家庄园。听说啊，单单租一个高尔夫球场就要8位数以上。墨渊，待会儿你看见首富千金出来，你就主动点儿。要是被他看上了，以后这首富啊就是咱们家的了。妈，这次我们是为了投资而来的，不要生气。阿姨，
您说这话，好像以为我墨渊是吃软饭的呢。是我多言呢。我墨渊不是还要圆圆你吗？哼，我儿子要是能和首富千金在一起，还要一个小小的林家做什么？行了，我们进去。抱歉，小姐，你们要钱是最低的，能在城堡外活动。什么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我们的邀请函怎么会是最低等的？抱歉，小姐，你们没有权限进入城堡内。墨渊，我们进不到城堡，我们怎么找首富啊？哎，这剪彩仪式开始了，听说啊，光这烟花秀就斥资千万。这大小姐呀，也太幸福了。哎，你们快看，大小姐出来了！不要说是大小姐了，观看背影啊，也气质非凡啊。他怎么在那上面？墨渊哥哥，他身边站着的不是那天带走沈沐雨的人吗？萧墨渊，上次你站在天台上对我不温不热，现在轮到我站在高处，让你仰视我了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是吗？让开！让开！先生，这不合规矩。你怎么回事？我在呢，好像不关你的事。我记得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萧总。周总，沐雨现在是我家的人，请你自重。哼，沈沐雨，我现在还没有和你离婚，你名义上还是我的妻子，你就和别的男人狗仔不清楚。萧墨渊，你一个婚内出轨让小三登堂入室来欺负我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评判我？品行不端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怪不得你萧氏这么多年一直挤不进云都的上流圈层。这次宴会好像没有邀请他们吧？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？沈沐雨，你傍上了大款就变得越发嚣张了，连首富千金的回归宴都敢蹭进来参加了。这是我的宴会，哪里需要蹭？要是你们铁着脸来，却只能在城墙底下养动物。你还有脸说？上次我和墨渊哥哥亲眼看见你和这个老男人抱在一起，可真不要脸！什么？你还没跟我儿子离婚，你就敢和别的男人鬼混？你不会以为攀上别的高枝就能混入上流圈吗？只可惜情妇的身份根本上不了台面。你一个小三，轮不到你在这说话。沐雨，我不过就是实话实说，你怎么还打我呢？墨渊哥哥，你看他，怎么这就心疼了？林远远，你少在这惺惺作态，你不去当演员可惜了。沈沐雨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非要这么执迷不悟是吗？萧墨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我沈沐雨不要你了，以前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。墨渊哥哥，沈沐雨有了新欢程瑶就是硬气。今天是首富家的主场，谁给你狗胆，敢在这里闹事，还敢冒充首富的千金？我看闹事的是你们吧！再这么纠缠下去，小心我派人把你们赶出去！我家这造了什么孽呀？怎么娶了一个恬不知耻的儿媳妇啊？沈沐雨，我看你为了上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还想赶我们出去。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云都房地产大亨的女儿。区区一个林氏，还敢不自量力，在我面前放肆？相不相信我一句话，让你林家破产？还让我们家破产？你以为你是首富吗？沈董，大小姐的回归宴要开始了。沈董，我现在还不想帮你。沈沐雨，你为了上位，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从未在高级场合见过这人，他不是什么不入流的小公司老板吧？好了，
我们先去准备宴会。像他们这种人，连见你的资格都不配拥有。沈沐雨，给我站住！萧某渊，你我已经形同陌路，你害我家破人亡这件事，我死都不会忘记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不过是一个靠爬男人床的下贱货色！呸！你们再敢在此闹事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儿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今天是首富千金的回归宴，只要能让大小姐满意，这事儿还有转机。还是圆圆聪明，待会儿非得让沈沐雨好看。够了！沐雨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妻子，这么多年了，羞辱的还不够吗？管好你的嘴！沈沐雨，你给我等着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首富千金的回归宴。现在我宣布宴会正式开始。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大小姐为大家带来开场舞。这个盛阳怎么这么像沐雨？莫言，我跳舞好看吗？我以后啊，只跳给你一个人看。沈沐雨，真的是。墨渊怎么又和这女人搞在一起？你还真别说，这大小姐的舞技还真棒，和这位先生还挺配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他首富千金？对啊，刚刚首富亲口说的。这首富千金是名门闺秀，怎么可能跟个舞女一样，在众人面前表演？刚刚沈沐雨戴着面具，她不是来冒充大小姐的吧？确实，沈沐雨真不害臊。是我又怎样？这儿。萧墨渊，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爱多管闲事？作为我的妻子，你和别的男人艳舞，你什么意思？还有，你之前不是告诉我，只会和我一个？萧墨渊，我发现有时候你真的挺贱的。我爱你的时候，你对我不闻不问；我现在不爱你了，你上赶着往上贴啊！以前的诺言都是在相爱的时候作数的，你现在的心都交给别人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沈沐雨，你以为你穿成这样出现在墨渊哥哥面前就能让他爱上你？林媛媛，我不像你，没了男人就不能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欲擒故纵。墨渊哥哥是我的那种男人，也就你把他当成快跑。我祝你们天长地久，彻底锁死，别再出来祸害别人。给我站住！林媛媛，不要再惹怒我。我当初是把你当成了好朋友，才会把他和我的过往告诉你。我没有想到，这变成了你伤害我的一把利刃。你现在还有胆在我面前叫嚣，你脸皮可真够厚。太无辜！如今站在墨渊哥哥面前的人，只能是我。本来不想那么快对你下手的，只不过你的孩子出现的太不是时。没错，你跟我说你一直干呕的时候，我就察觉不对劲。要是让萧墨渊和他妈知道你怀了萧家的种，就会坏了我的大计。所以
你就设计陷害我，把我赶出了萧家，顺便除掉了我的孩子。你还不算蠢，果然你在萧家呢，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玩物，你的孩子也要。你竟敢打我！孩子是我的底线，竟敢触碰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沈沐雨，你装什么？一个只会出去卖的贱妇，活该一辈子被抛弃。林嫣嫣，你就凭这个想和我斗？我劝你回去再多读几年书，再回来。林月，沐雨，我是真的来求你原谅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墨渊哥哥，沐雨姐姐好可怕，我来找她，本来是想让她跟你重归于好，我会退出，没想到她不仅拿酒泼我，还推我。沈沐雨，你一边说跟我没关系，一边又对林媛媛痛下死手，你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？哥哥，你就不要怪姐姐了，要是换作是我，被你赶出家门，还只能找老男人来维系生活，我也会这样的。你说完了没有，林媛媛？你自导自演，台词还想着法儿的编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沐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沈沐雨，你说够了没有？你不是说我推你，还泼你酒吗？今天我就坐实了这个谜。你到底说够了没有？沈沐雨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小抹云，你的爱就跟你的外套一样，能随意给人一样的廉价。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你这冤冤下属算什么本事？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问清楚事情缘由就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身上。沐雨，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？要这么对我？那我和我爸爸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又做错了什么？要被你们这样对待？你们对我做过，我会一一偿还，此仇非报不可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孩子？这不得问问你亲爱的林媛媛？刚刚沈沐雨说的话什么意思？墨渊，你还不信我吗？沈沐雨那人谎话连篇，什么话都能说出来。那孩子怎么回事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说不定是沈沐雨故意骗你，想博得你的可怜。肖总，监控已经调出来了。什么监控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刚刚明明就是你推的。墨渊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可解释？这监控拍得清清楚楚。是沈沐雨，是他过来威胁我说他会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我一时害怕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真的吗？墨渊，我们两个分开这么多年，我有多渴望和你在一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下次不要这样了啊！沐雨，这裙子怎么湿了？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没事了吧？该死！这个混小子，等着我！哎，爸，你别担心了，他们那边我自会安排。今天要不是你拦着，我一定要好好惩治他们一家子。对了，爸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我想继续沈家和萧氏的合作。沐雨，你不会还喜欢那个叫什么萧墨渊的吧？糊涂啊！怎么可能？他对我做过的事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那你怎么？爸，我不会轻易的放过他。但要是让您惩戒他们，岂不是便宜了萧氏？我会一步一步摧毁萧墨渊所珍爱的一切。那爸爸就放心了，不愧是爸爸的女儿。老爷，这是爸爸的得力干将，
李助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找他。谢谢爸。老爷、小姐，我们的人查到萧氏正在探查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一事，已经被我们拦截下来了。两丽，他们早干什么去了？现在倒想起来紧张了。不能让他知道，否则定会纠缠不清。你派人去盯着，一定不能让他知道。是。肖总，这是我们的人探查到的资料。夫人确实怀过孩子，我们找到夫人之前产检存留的采血样本做了鉴定。沈沐雨，你好得很啊！你还给我在那放着！这怎么回事？发那么大脾气？没想到沈沐雨的孩子竟然不是墨渊哥哥，还害我这么警惕。早知如此，就不急着动手。阿姨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沈沐雨怀孕了，怀的还不是墨渊哥哥的呢。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看他长得一副清纯样，没想到玩这么花，竟然给墨渊戴绿帽子。别再说了。喂，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肖总，首富家终于同意要跟我们合作了，而且还是我们看中的东郊那个1000亿的大项目。这太好了！总算有点好事了。首富怎么会突然决定重新与萧氏合作？哼，这沈沐雨就不是什么首富千金啊，否则他会这么好恢复咱们合作。我猜啊，肯定是首富被我们墨渊哥哥的才华所征服，所以才会决定重新跟我们合作的。现在着手找人去准备。是，这周就会举行合作仪式。肖总，您就做好准备吧。我看呐，那个沈沐雨就是咱们克星，他这一走，咱们就走运了。阿姨，你也别这么说，没准姐姐是有什么苦衷呢。我早就看他不顺眼，你跟阿姨去看看礼服，到时候啊，我们也跟去合作仪式看看。好。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在这支支吾吾的。肖总，我觉得夫人啊，不是，我是觉得沈小姐的性格不像是做出出轨那种事情的人。她不是这种人。沈小姐对您的爱，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怎么会怀别人的孩子呢？哦，况且，可是您不觉得蹊跷吗？之前首富拒绝了与咱们的合作，但是现在见到沈小姐之后，又突然又提出了要合作，这巧合未免也太多了吧？派人去查沈沐雨。查过了，沈小姐的档案突然被上了权限，我们什么都查不到。查不到就继续查，动用萧氏所有的关系去查，我知道结果。是。圆圆，你好好看看，这都是我们萧氏的股东。以后啊，你嫁进我们萧家来，这公司啊就由你和墨渊打理了。阿姨，你说什么呢？走，咱们坐。听说这次东郊项目的负责人是首富千金，不愧是首富，这一出手就是1000亿，随便给女儿玩。仪式时间快到了，负责人怎么还没来？真够大牌。哎，这是玉龙集团的李助理。李助理，不是说首富千金是这次东郊项目的负责人吗？怎么不见人影？我们大小姐今日感染风寒，不宜见客，由我代为开会。我们萧氏虽然不能与玉龙相比，但我们在云都也是佼佼者。大小姐就是这样对待我们。神董有令，我们大小姐的话就是她的命令。你不尊重大小姐，就是不尊重沈董。你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会转达给沈董的。有一些文件和事项还是和沈小姐本人签署比较好。这个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沈小姐会和大家语音交流的。哼，架子倒是挺大的。你们这位大小姐不肯露面，不会是见不得人吧？哼，她真是一身臭毛病。
要不是背靠老爸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离开我吧，我是玉龙集团的 CEO， 也是你们此次项目苦求的负责人。你说我算什么东西？大小姐，消失的策划案已经发到您电脑上了，现在轮到他们汇报了。会议开始。中秋尊师。既然沈小姐今天身体不适，那就改日再办吧。散会。肖总看起来没什么耐心啊。我看沈小姐对东郊的项目也没上多少心，那不如让玉龙集团找一个有兴趣的人来吧。墨渊，这可是首富的女儿，别冲动。要是我们萧氏能拿下这个项目，在云都以后啊，我们就横着走。我萧墨渊从来不会为权势低头，更不会和靠关系一无是处的废子合作。别急啊，肖总，我是本次东郊项目的负责人沈沐雨，合作愉快。沈沐雨，怎么是你？现在我人已经到场了，会议可以开始了吗？沈沐雨，你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是不是长得像我们那位入狱的少夫人啊？何止像啊，名字都一模一样。我听说站在老夫人旁边的这位即将成为新的少夫人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看肖总那样，怕是对这位沈小姐旧情难忘了。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你？沈沐雨，今天是我们与玉龙集团合作的日子，岂能容你在此放肆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对我们大小姐不敬！看来你们萧氏集团的合作态度也不过如此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看没有什么合作的必要。等等，会议现在开始。合作愉快。以后见面的机会还有很多，还请你多多照顾了，萧总。站住，沈沐雨！好狗不挡道。墨渊，小贱人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的合作伙伴？这事一定有蹊跷。就是啊，以他的性子，一定会借此机会把我们萧氏搞垮。我找他去。我自己去就行了。阿姨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走，我们也去，让那个小狐狸精单独和墨渊待着，我不放心。等等，大小姐在换衣服。哎，等等，萧总真是有偷看别人穿衣服的习惯呀。你费尽心思的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自恋？沈沐雨，你这个狐狸精，竟然敢勾引墨渊哥哥！你睁大自己的狗眼看清楚，现在是你的墨渊哥哥死皮赖脸的缠着我。墨渊哥哥，你看他。沈沐雨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当上这个项目负责人，你那点脏事我都不好意思说。哼，我看你呀，就是靠上别的男人床，借种上位，才换来这个负责人的位置。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是你敢在这里？你还不配和我说话？你闹够了没有？赶紧出去！出去！走吧。萧总，我说的他们也包括了你，给我滚！沈沐雨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你从未好奇过，怎么现在想起来要质问我？
贪得无厌的人是你，满口谎话的人也是你。你到底要算计我多久？你到底要在我身上得到什么，你才肯满意？沈沐雨，你骗了我这么多年，你真把我当傻子？肖总，这是你今天第2次这么试探。既然我在你心里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和你离婚不正好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？还这么试探做什么呀？你也配让我试探啊？当初死也都不会忘记。我以为你心地善良，不求所图的给我输血，百般对你好的时候，你却试图的在损害。也是，你肖总一直高高在上，只会相信自己所想的，从未听过任何人的解释。不过我以为你只在乎林媛媛，现在不还是和我在这里拉扯不清？我今生最大的错就是救了你，还傻傻遵循小时候嫁给你的承诺。这是我们萧家的宝盒，里面保管着祖传的双玉玉佩，遇见有缘人时，两人的指纹按在宝盒上，就会永远在一起。我有病活不长了，这个就给你吧。我们一定可以活着出去的。要是我以后不是这样子了，我就靠这个把你娶回家，再也不分开。爹爹，我告诉你，萧墨渊，从前的沈沐雨已经死了，一手死在那个家国人王被你亲手送进监狱的狱里。沈沐雨，你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做错事他就得受到惩罚。所以你就要拿我爸的命来赔吗？要不要连我的命一起拿走？沈沐雨，你坏事做尽，现在还有理由试图来质问我了？我坏事做尽，那我爸当初跳楼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一起下去，顺带带着你们全家跟着我一起下地狱。沈沐雨，你疯了！沈沐雨，你疯了！萧总，这么生气吗？可是怎么办呢？你们萧家就等着东郊这个项目转型呢。真抱歉，我可是东郊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说不行，你们萧家根本就拿不到这个项目。你再怎么讨厌我，又怎样？还不是得给我乖乖受着。游戏才刚刚开始，萧墨渊，你给我等着。墨渊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墨渊哥哥，你的脖子怎么红了？我没事。哥哥，你躲我干什么呀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我只是不习惯别人碰我。刚刚开门的时候，我看到沈沐雨坐在你身上，你都没有推开她。我想，你只是不想我碰你吧。我今生最大的错就是救了你，还傻傻遵循小时候嫁给你的承诺。圆圆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约定？小时候的事情我不太记得了。那件事情对你和我来讲都很重要，你确定忘了？我记性不太好，文言哥哥，你就不要一直在逼问我了。看着我，林媛媛，你确定你是小时候救我的那个人吗？好。我们约定，等你病好了，你靠双玉玉佩找到我后，我们两个永远不分开。你真的还记得？
我看萧墨渊，你真是疯了，竟然还会对沈沐雨保留一丝信任。还好沈沐雨那个蠢货把他们的故事一字一句和我说了一遍，要不然差点被拆穿。墨渊哥哥，我知道，其实你想听到沈沐雨才是那个救你的人吧？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，我会退出，不会纠缠你的。我没那么想啊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质问我？他已经把你的心抢走了，现在就连你和我的这点回忆，他也要抢了。刚刚是我语气太重了，别生气。一定要让沈沐雨彻底消失。高小姐，是没事吧？放心，我现在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我。喂，沐雨呀，有时间吗？回来看看奶奶呀。哎，来了，沐雨来了，奶奶都等了你好久了。奶奶，抱歉，我要和萧墨渊离婚了。看看这孩子，哟，你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孩子啊，你受委屈了。奶奶，你应该听他们说了吧，说我和爸爸偷东西，您怎么还是对我这么好呀？不讨厌我吗？奶奶年纪是大了，可是脑子还好使。你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是知道的。再说了，你妈妈在老宅服侍了我这么多年，你们一家人是什么品质，我是清楚的。你们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只可惜啊，那段时间我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医院住着。要是我在家里，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奶奶，恐怕现在整个萧家只有您相信我和爸爸了。我冤那个臭小子，真是识人不清啊！你无怨无悔的给他输了这么多年的血，可到头来他还把你送进了监狱。你看着我下来怎么收拾他？奶奶，都过去了，而且我爸他也不能再复活了。当时呀，我收到你爸去世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就派人去处理你爸的后事，着急忙慌的想把你接出来。可是啊，没想到还是被人抢先了一步。您是说我爸爸他是？是啊，后来来了个人，他跟我说是收到你的吩咐，叫我们把你爸的遗体交给他，我就同意了。孩子啊，是我们萧家对不起你啊，你和墨渊。奶奶，人死是不能复生的。我和萧墨渊现在隔着一条人命呢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想到了我爸走的那一天。真是作孽啊！算了，孩子，咱们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。来啊，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肉丸，走，咱们进去吧。好。我给你们了1个月的时间，就给我做出来这种垃圾啊！下班前，如果说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方案，所有人都给我滚蛋！是。肖总，老夫人电话。墨渊啊，回老宅一趟。哎，奶奶，我现在在工作，
不太方便回去啊。你这小子，成天就只知道工作，工作，工作，那你跟工作过一辈子吧。你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啊？开会的时候不要接电话。老夫人又发消息了，我刚跟你说了，你没听瞎到。您还是看一眼。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今天会就先开到这儿，散会。口嫌体正直第一人呢，散了吧啊！挠下这里，奶奶，我下不过你。厉害吧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还有多久没这么开心的笑我了？木鱼啊，你不是和墨渊在协议离婚吗？这是好下家。喏，嘿嘿，你看，我这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，嘿，人长得帅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关键呀，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比那个臭小子不知道浪漫多少。嘿嘿嘿，你看，长得确实还挺好看的，不错吧？不错，不错吧？哎，沈沐雨，你就这么饥渴是吧？就他长得这个熊样，还没和我离婚就想找下一家了？你这个混小子，你自己不好好珍惜沐雨，还不让他跟别的男人？哼！奶奶，你瞎凑什么热闹？你别和我说话，我也没什么话可和你说的。自从你把沐雨送进那个鬼地方，我就想和你断绝关系。哼！你这个混头小子！奶奶，沐雨，我们走，饭菜快好了，不和这种人鬼扯。走，你给我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小伙伴，你弄疼我！沈沐雨，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又装什么？看着我奶奶跟你耍的团团转，你觉得很好玩是不是？小抹园，你觉得奶奶很好骗，还是你认为整个萧家只有你最聪明，只有你看出来我在装啊？沈沐雨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打我和我家人的心思。假的就是假的，他永远真不了，懂吗？小抹园，你搞清楚，是奶奶喊我来的。还有，你现在靠我这么近，壁咚我，你愿意知道吗？刚刚那么得意，怎么现在不行了？沈沐雨，更气！我这是正当防卫。萧总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两个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自然不用靠得那么近。沈沐雨，沐雨，沐雨。哎呀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！叫你们回来，就是让你们俩和好的。哎呀，你这下可好了，把我孙媳妇儿又给气走了。奶奶，你别被他给骗了，他满嘴谎话根本就不可信。他当时回来接近我，就是为了那8000万，他根本就不是你口中说的那么善良。小墨渊，沐雨他要是为了钱，他大可在第一次拿了钱就走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还在自己身体虚弱的抽不出血来，一个晚上吃补药也要赶去给你输血啊？
是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当然不知道了，他是怕你知道了啊，不让他继续为你输血，就不让我们告诉你。还有，这么多年，他爸爸呀，把咱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抽点时间好好想想，物语他们一家要是为了钱，有必要这样做吗？谁都会装，不是吗？我看你呀，是没药可治了。当年木叶嫁到我萧家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的赞同他的为人，我非常的清楚。他一直跟我说，你小时候什么？他说你们从小就认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你，他说还不到时候。他呀，还经常到家来陪我画画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他画的画。这个呀，说是为了纪念你们小时候的什么日子留下的指纹画。雨呀，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，他的为人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喂，肖总，不好了，东郊项目出了些问题。奶奶，我公司有些事儿啊，我就先不陪你了，我等下次过来再看你。我看这孩子只适合孤独终老。哎，家里要举办宴会，你可记着回来啊！哎，你不这儿吗？东郊项目的货源出了点问题，我不是让他们重新做方案，方案不合适，被打回了。现在夫人，沈总在里面想办法。这些数据明显对不上。肖氏给你们发那么多工资，是为了让你们养闲人的。洽谈方案要的紧缩一点。这不是你们偷懒的理由。我记得肖氏开创之前，你可是肖氏的主心骨啊。怎么，现在钱拿得多了，开始摆烂了？我忘了，当初他还是萧太太的时候，我在他手下待过一段时间。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沈小姐，现在公司上下都被打理得有条不紊。差点忘记她以前这么能干，可后来为什么？墨渊哥哥，我听说公司有事，就连忙赶了过来，没事吧？肖总，公司可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。下次不要这样了。这次方案失误，你们想好挽救计划了吗？我已经派人连夜赶工了。交工时间是明早8点，怕是来不及了吧？我这有几个补救方案，你看一下。第一个方案，资金不足；第二个方案，人力短缺；第三个方案，数据上缺少一定数额。沈总，我非常能理解时间上的不足，但这些方案你有好好看过吗？沈沐雨，装什么装啊？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也不过如此嘛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把项目负责人的位置让出来，别让别人看了笑话。不过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能做出这几个方案来，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办到。墨渊哥哥，萧墨渊，这些问题明明可以靠投资来解决，我不信你看不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在报复我，在老宅踢了你的隐私部位。
老宅隐私部位是什么场合才让这两个词儿连接在一起？看上去还是咱们肖总主动的呢。沈沐雨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，你的墨渊哥哥最清楚了。墨渊哥哥，你说句话呀！这肖总不说话，那肯定是默认了。肖总，你既然都已经有家人相伴了，就不要和我纠缠不清了吧？我怕你的好妹妹会误会呢。沈沐雨，你说够了没有？还差几句。你呀，不光活不好，这情商也不太高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怎么连渣男都做不好啊？沈总他说什么？他说咱肖总活不好，怪不得两人要离婚，原来是婚姻生活不和谐。沈沐雨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沈沐雨，我行不行你不知道吗？圆圆，你的墨渊哥哥行吗？墨渊哥哥，你怎么还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呀？我看这俩人指定离不了。哎呀，求求了，我可不想再体验一次被沈小姐支配的恐惧了。所有人，给我出去！肖总您注意身体。沈沐雨，我们墨渊哥哥是顾及你的面子，才让别人都离开了。现在你就等着接受墨渊哥哥的审判吧。你也出去。墨渊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别逼我说第二遍。乖，你的墨渊哥哥让你滚了。沈沐雨，你少得意，你给我等着。既然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如果肖总觉得我是在诬陷你的话，可以找我的律师，毕竟他是一个非常沈沐雨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？那你最好多恨我一点，因为我也同样厌恶着你。我倒想看看，到最后是你把我再关进监狱，还是我让你血债血偿。沈沐雨，给我滚！肖墨雨，我们之间隔着2条人命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变了。有时候，我甚至在怀疑，小时候那个腼腆、脸红着承诺会娶我的人，真的是你吗？沈沐雨，为什么你一直骗我？墨渊哥哥，这不是墨渊那天扔掉的戒指吗？怎么？把东西放下。墨渊哥哥，这个戒指你不是早就扔了吗？怎么？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了？墨渊哥哥，你留着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还是忘不了沈沐雨？墨渊哥哥，这些年他对你做了什么，你都忘了吗？他一直在辜负你的真心，你怎么还是放不下他？你想多了，我留着它，纯属有用。墨渊哥哥，你就这么爱他，才会这么紧张他的东西吗？那我呢？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自从他被赶出去之后，你有多少注意力是放在我身上的？你想多了，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他？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沈沐雨，
你这是做什么？发生什么？谁惹你了？阿姨，你不知道今天墨渊哥哥有多护着沈沐雨那个贱女人。发生什么了？来，跟阿姨说说。沈沐雨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怼墨渊哥哥，墨渊哥哥不仅没有生气，还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出去了，自己在会议室和沈沐雨待了好久。什么？还不止这些呢，墨渊哥哥居然把他和沈沐雨的结婚戒指偷偷捡了回来，还保存的可好了呢。看不出来，沈沐雨勾引男人还真有一套了。阿姨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要是墨渊哥哥爱上沈沐雨，那我……你别急，这周末啊，老早要举行家宴，到时候啊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阿姨，这不太好吧？要是到时候墨渊哥哥知道生气了怎么办？他敢！台面的女人，他惦记着，还真是够了。到时候啊，我在众人面前宣布你的身份，只有你配做我们萧家的少夫人。肖总，您上次让我调查夫人的资料，我们破解了数据库，还是没有找到原始文件。什么？动用萧氏最高的权限不行吗？还要继续查吧。是，不过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。夫人的那份亲子鉴定中间被人调包过。什么？你马上再给我秘密做一份，我必须要看到结果，否则那些弄程序的老东西就别干了。是。沈沐雨，你最好别骗我。阿姨，我这还是第一次来老宅呢，没想到这么大呀！这算什么？等你以后嫁到我们家来，阿姨呀，给你买个更大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还早呢。说起来，儿子，你和沈沐雨的离婚手续办得怎么样了？沈沐雨？他在这儿干什么？这个沈沐雨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哟，这不是沈小姐吗？来我们萧宅做什么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沈沐雨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不是都要跟墨渊哥哥离婚了吗？怎么还敢来？你也说了是都要。也就是还没，我现在依旧是萧家的正牌太太，我站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倒是你以什么身份过来啊？插足别人家庭的小三，还是萧墨渊的假白月光？别逼我在这种喜庆的日子对你不客气。我就知道你一直不肯离婚，是对我们萧家的财产虎视眈眈。陆爷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女人的目的多明显啊！她就是图你钱。亏你之前对她这么好。随便你们怎么说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当这是你家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今天你别想进这门。沐雨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今天可是萧家的家宴，你都要跟墨渊哥哥离婚了，又要上赶着来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，惹人笑话吗？对了，你收到邀请了吗？你就来。你说沐雨没有收到邀请函啊？
奶奶，我的要求还不够格吗？哼，看到自己的老婆被人欺负，哼，你真有出息呀！奶奶你好，我是墨渊哥哥的。我记得我就没有请你这种闲杂人员。是我不请自来了。墨渊哥哥，我看奶奶好像不太喜欢我，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。那你走啊，我看这手还拽得挺紧的。奶奶，圆圆再怎么说小时候也救过我，今天是我带她一块过来的啊。她心地善良，不像某些人啊心机重，整天想在老人家面前献殷勤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这样阴阳怪气、指桑骂槐的，你在说谁呢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为了这种人生气啊，不值当。我们先进去吧，我肚子都饿了。走。还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呸！行了，妈，今天是家宴，不要搞得太难看。进去吧。奶奶，初次见面，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奶奶，初次见面，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哎呀，我们圆圆就是懂事，大家闺秀就是不一样，从小接受礼仪教育，家教啊就是和某些人不一样。真不知道，还用你空着手来？是啊，奶奶，我听阿姨说您爱好古玩，这个是我专门从古玩市场给您买的翡翠玉龙镯，请您笑纳。巧了，奶奶，我给您买的也是这翡翠玉龙镯。沈沐雨，这个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珍品，先不说你买不买得到，它的价格价值连城，你买得起吗？哎呀，这买假货的我真的撞上了。沈沐雨，我都替你丢人。既然这个只有一个是真的，那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林媛媛，你既然知道这个镯子是独一无二的珍品，那你知不知道它只在苏比利亚的拍卖行里拍卖？你的这个是在哪个古玩店买的呀？我拿下的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可你刚刚不还说是自己亲自买的吗？怎么突然又改口变成朋友买的了？你真是贼喊捉贼！刚刚只是圆圆一时口误啊，你巧舌如簧，还真不知道你的是不是真的。翡翠玉龙镯珍贵就珍贵在它的用材用的是一种绝版天然翡翠，坚硬如磐石，摔不碎。可是林媛媛，你的这个不仅一摔就碎，而且选的用材还是最低级的玉石。怎么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真品？这沈沐雨，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墨渊哥哥，你看他竟然摔碎了我送给奶奶的玉石。沐渊啊，你从小就在奶奶身边耳濡目染，你说这玉石谁真谁假？圆圆怕是被骗子给骗了，所以才买了这种低级的货色，你别介意啊。什么？怎么会呀？沐渊啊，你从小就是受的最高等的教育，按理说你的审美应该在普通人之上，你怎么就找了个这种德行的女人？哎，圆圆再怎么说也是我小时候的救命恩人，你怎么是这么说？萧墨渊，你真的该去眼科好好看看。奶奶，
我先去趟卫生间。阿姨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真是的，赖个假后果了。现在只有想办法，尽快让沈沐雨早点消失。有了。沈沐雨啊，沈沐雨，你怎么还会因为萧墨渊的举动而影响到自己的情绪？你早就认清楚他了，不是吗？妈，你别被那沈沐雨小贱人给骗了。你看那身份，普通的像买得起镯子的样子吗？哼，这手镯啊，他不知道爬多少男人的床得来的。嘿，你给我住嘴！沐雨是什么人，我心里最清楚，不需要你在我面前七嘴八舌的。妈，你这灯怎么灭了？糟了，沈沐雨他怕黑。救走！救走！沈沐雨，看着你这副样子，可真是大快人心啊！谁来呀？要不是以前你信任我，把你有幽闭恐惧症的事情告诉我，我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只要你在萧家一天，我成为萧太太的目标就会有阻碍，所以我必须要亲手把你给解决掉。沈沐雨，去死吧！沐雨，我好心要救你，你怎么能？沈沐雨，你等着下地狱去吧！沈沐雨，你在哪儿？萧墨渊，丽，你没事吧？沐渊哥哥，你不要怪沐雨，要是我换作是他，看着前夫在自己面前维护别的女人，我也会不好受的。沈沐雨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要是妍妍出了什么事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萧墨渊，我有幽闭恐惧症，根本不能行动，更何况推人了。你忘了吗？沐雨，你的意思难道是我拉着你一起下楼的吗？那我有必要拿我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？萧墨渊，你没看见我在吐血吗？这一套你还没够爽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沐雨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浑身都是血啊？奶奶，抱歉，为了你的家宴了。沐雨，快来人啊！叫救护车啊！医生说你近一段时间不要下地，我会让家庭医生到你家里去照顾你，别担心啊。沐渊哥哥，可是我想让你照顾我，是我越界了，毕竟我们两个什么关系都不是。
我明白了，我会让人在家给你收拾一套房间出来的。真的吗，莫言哥哥？小时候你救过我，现在理应轮到我来照顾你了。你要到哪儿去啊？你不知道沐雨还在手术室吗？他如何关我什么事儿？莫言哥哥，毕竟沐雨还是你的妻子。他不配，心性恶毒。今天要不是我在等，他整定对你怎么样？墨雨，你摸着你的良心，好好想一想，这些年沐雨对你怎么样？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呢？奶奶，他接近我就是为了钱。今天我亲眼看到他把圆圆推下楼的，他是死是活和我半分关系都没有。谁是沈沐雨的家属？老师，她是我孙媳妇儿。病人前段时间刚流产，身体本来就没有恢复好，这下更严重。什么流产？沐雨她怀过孩子啊？没错，我记得当时沈小姐过来做羊水穿刺，肚中的孩子也是罕见的熊猫型血型。熊猫血？我们早就建议她打掉。她小时候遭遇过巨大的火灾，息肉过度废弃，甚至很弱，不适合怀有孩子。可她不愿，现在引出并发症大出血，止都止不住，急需输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他小时候经历过重大火灾？经历过重大火灾啊？我问你，他小时候是不是经历过巨大火灾？你冷静点儿，为难人家医师干什么？没想到沐雨小时候和你一样，都经历过火灾。莫言哥哥，我头有些疼。他吸入的雾气里面有没有化学成分？莫言，闭嘴！是的，刚才查找沈小姐病史时，有注意到她曾在化工厂吸入有害物质到医院做清除，所以特别需要注意。小时候我跟那个小女孩相认的地方，就是在化工厂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巧合？天哪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惨呢？林小姐，您的病历报告忘记拿了。把你的报告给我。我们还是先回家吧。你看一下，他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火灾？没有，林小姐每年都会来我们医院做体检，从未有任何损伤。你不是说你是小时候火场的那个小女孩吗？你这该怎么解释？不是的，莫言，这个报告咱肯定是搞错了，我就是小时候那个人啊。徐老师，把沈沐雨的指纹画和宝盒拿过来，快！现在赶紧输我的血，一定要把沈沐雨救回来。不行，莫言哥哥，你身体刚好，不要。滚！等我输完血，我再好好找你算账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您先别激动，您女儿叫什么？我女儿叫沈沐雨。女儿？沈沐雨？你是她的父亲？你个畜生！你究竟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你怎么对你孙子动手呢？再说沐雨他父亲早就去世了，你怎么可能是他爸爸呀？沐雨，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被你救过，长大之后你们之间有什么破约定，跟我赌气嫁给了你，受尽了委屈啊！后来怀了你们的孩子，又被你亲手毁掉，好不容易离开你了，又在里面生死不明，你孩子，我都做了什么？病人等不及了，还是快点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沐雨现在急需输血，抱歉。试完之后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先让我把血给沐雨输上可以吗？奶奶，告诉秘书，把之前的亲子报告赶紧调出来，我都要看看是谁动了手脚。走。怎么样，圆圆？我没事，阿姨。但是，哟，这不是沈沐雨的老情人吗？
贱人出了事就马不停蹄赶过来。别胡说八道，这是沐雨的父亲。我知道，金主爸爸嘛。你就是伤害沐雨的恶婆婆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怎么，你要为沈沐雨出气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萧家夫人，你敢动我，我明天叫你滚出云都去！你想让谁滚出云都啊？阿姨，这个是一直在沈沐雨身边的人。你怕什么？整个云都除了首富家，谁敢动我们萧家？是吗？你给我睁大眼睛看一看，我是谁？这不是首富的专属令牌吗？他竟然是云都一手遮天的首富，玉龙集团的掌权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上！敢欺辱我大小姐者，死！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墨云，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我已经给沐雨输血了，医生说她还在抢救。墨渊，你快让他放开我们！他们弄死你妈和圆圆！你别忘了，圆圆小时候……谁给你们的胆子骗我的？墨渊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都是迫不得已的。对啊，都是阿姨出的主意，我也只是太爱你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墨渊，够了！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。你们害死了沈沐雨的父亲，还妄想害死沈沐雨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够了！我不想听你们一家人在这惺惺作态，都给我带走！墨渊，我都是为你好，墨渊，墨渊，墨渊！沐雨，我想我女儿想来，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作孽啊！沐雨，沐雨，肖总，你要的宝盒还有画。您之前让我们调查的亲子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沈沐雨小姐肚子里的孩子确实是你的，只不过中间被人调包了。啊！老爷有令，不许萧家任何人入内。我就进去看看他醒了吗？那也不行，真不知道你怎么还有脸来继续靠近我们大小姐。你赶紧走吧，我女儿不想见你。沐雨，她醒了吗？醒，你没有资格知道。赶紧回你的萧氏。如果不是沐雨不肯让我把你的事业毁于一旦，你们萧氏早就从云都消失了。您就把门打开，我在门口看她一眼就行。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女儿说了，不想再见到你，你害她遍体鳞伤。现在知道真相了，过来舔着脸找她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托你的福，如果不是及时赶到监狱，我女儿在监狱就被你打你的人给打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是的，不是这样，我你再开脱，赶紧给我滚！看见你就回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就一眼就是你让我看他一眼。沈沐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沐雨，你醒了。
身体还是虚着，怎么就跑出来了？爸，我没事。墨月，小墨渊，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墨月，之前的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信任你。我知道让你原谅我很难，那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之前的过错，可以吗？机会？是我没给你机会吗，小墨渊？有时候连我都在怀疑，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我们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，你既然去相信一个外人，你都不选择相信我。是我一直在逃避，我其实早就爱上你了，只是我以为你不是我的。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就算你能弥补对我的伤害，你能让我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回来吗？我们先回去。小墨渊，你走吧。小时候的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，不过是我们之间的执念罢了。别再执着于念想了。爸，之前听医生说我大出血，是谁替我输的血啊？还不是那个消防员。这样子，才出了那么点血就不行了。医师本来要停止采血的，结果他说要采到你不需要为止。行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这都是他欠你的，好好休息啊。沈墨月，肖总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我们找您找的都快急死了。你说我要怎么做沈墨玉才会原谅我？哎呀，肖总，您要追人，总得先顾好自己的身体吧。再说我们现在跟玉龙集团合作，您要是出点什么闪失，不是给夫人添麻烦吗？你说的对，我现在不能给墨玉添麻烦了。你把医生叫过来，给我输液吧。哎，好啊。墨玉，这是东郊那边项目的企划案，你看看有什么问题。墨玉，你要是不想看见我可以退出这个企划案。不用，我已经调去其他组了。东郊就按你的策划来办吧。墨玉，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？肖墨渊，以前的事情我不会再计较了，但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
大小姐，我看肖总还挺诚恳的，您就真的要他掰了？我和他到此为止，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走吧。不然请留步。那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您就原谅我们肖总呗。啊，沐雨，我知道我很难消除你心中的阴影，但是我愿意用下辈子来弥补。我们不能这么算了，沐雨，我发誓，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追你，直到你原谅我为止。肖墨渊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一切的过错都是因为我而起，你忘了我们小时候的约定了吗？上天让我们再次分开，让我再次爱上你。沐雨，我拜托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沈沐雨，我要杀了你！沐雨，肖总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抓住他呀！你看，我说了会保护你。肖墨渊，肖墨渊，你醒醒，别杀我！沈沐雨，我没有得到肖墨渊，你也别想得到，这些都是你们欠我的。大小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叫救护车！奶奶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孩子，奶奶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是很爱你的。他这段时间拼命的工作，就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。你不想见他，他整晚睡不着，对着你的照片发呆。如今把自己弄得这副模样，为了平息你心头之恨，他把他妈送到了检察局，不再过问。为了能见上你一面，他在雨地里跪了一晚上，求得你爸爸的原谅。这么些年，你们俩，奶奶可是看在眼里边的。你心里有没有墨渊，你自己是最清楚的。孩子，快点好起来吧。你不是说还要去把我孙媳妇给追回来吗？快点好起来吧，孩子。奶奶，别哭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会看着的。肖墨渊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好像永远都会受伤。不是你住院，就是我在住院，我们好像永远逃不过对方。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？你明明让我受了那么多伤害，我那么的恨你，可为什么我看你替我挡刀，我的心还会痛的？肖墨渊，你不是想求得我的原谅吗？那你倒是醒过来，你好起来。你再醒不过来，我就真的再也不原谅你。你快醒过来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这戒指不是被你妈丢掉了吗？这下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肖墨渊，你可想清楚了？
这辈子我对你只会是恨。我说过，我会有下辈子，下辈子一直追求你，追求你，沈墨雨。